喺2017年嘅一個報告顯示，只有8% 美國人視游說為誠實而有道德嘅專業。你又知唔知道游說其實喺大部分美國人眼中其實並不討好，甚至係被視為破壞民主、政治賄賂嘅一部分呢？喺講呢樣嘢之前呢，我哋同大家釐清，過往我哋好多香港人做嘅都係 grassroots lobbying， 都係我哋自己自願去做嘅，所以並唔存在任何利益衝突或者利益輸送嘅。上次我哋講過好多游說喺美國政治嘅地位同埋佢嘅好處，的而且確游說嘅原意係為咗可以實現一個多元嘅政治環境，俾所有嘅 interest group 都可以有影響政府嘅途徑。唔知大家知唔知道 Apple 喺上年11月嘅時候被踢爆游說反對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呢一條法案呢，係防止任何美國公司去使用任何新疆強制勞工嘅生產線。講緊嘅咧就係嗰啲受關押被奴役嘅維吾爾族人，而 Apple 嘅對家當然就係嗰啲維吾爾族、藏族同埋其他嘅人權組織，淨係講錢其實絕對鬥唔過。呢個就係點解當游說成為咗一盤生意，政治交易開始出現，就會衍生好多唔公平嘅事。咁到底呢個現象係由幾時開始出現嘅呢？咁就要講翻去50-60年代，即係我同好多人都未出世嘅時候。當時咧會進行游說嘅 public interest group 咧，大多都係一啲嘅工會，好少會有公司咧去做游說或者請一個 Washington 嘅游說員。直至去到60年代，美國出現咗好多嘅監管機構，令到好多企業發現政治對佢哋嘅影響，所以佢哋就覺得，與其避免接觸政治，倒不如主動入去個遊戲度玩。所以去到1972年，有一班公司嘅 CEO 咧就一齊成立咗一個叫做 Business Roundtable 嘅組織，致力去提高商家嘅政治影響力，令到好多公司咧都意識到政治對佢哋嘅危機，所以佢哋紛紛咧都向 Washington 請游說員。當時美國對於游說簡直咧就係好似冇規管咁滯，所以呢啲商家咧好成功咁樣製造咗好多嘅輿論。當時佢哋唔單止砌低咗好多嘅監管政策，減低咗佢哋嘅稅款，同時咧亦都推倒咗當時一個好重大嘅勞工法例改革計劃。喺過咗一場咁美麗嘅勝仗之後咧，呢一啲公司依然繼續請游說員去幫佢哋睇住政府對佢哋嘅一舉一動。今日喺100個游說人員入邊咧，有95個都係幫呢一啲大公司做嘢。單單喺2020年咧，就有足足35億美金咧係使喺游說身上，而當中使得最多錢落去嘅咧就係美國嘅各大藥廠。佢哋自2013年開始咧就不斷增加喺游說嘅使費，使嘅錢咧差唔多係第2同第3名夾埋一齊嘅金額。過往被 Forbes Magazine 列為全球頭25個最出色最大嘅藥廠入邊咧，有22個咧都曾經就住藥物定價呢一個議題去進行游說，而佢哋出嘅療程同埋藥物嘅價錢咧，每一年都係直線上升。就好似 Mylan 呢一間藥廠啊，佢哋嘅哮喘藥曾經係喺半年入邊升咗40倍。講到呢一度，你可能會問，點解做游說可以收咁多錢，而政府嘅決策者喺呢一度又扮演住咩嘅角色呢？其實游說除咗係講錢，亦都係一個買關係嘅遊戲。好多時候呢一啲游說者過往都有從政經驗，佢哋可能曾經喺白宮或者係國會做過嘢。喺2015至2017年呢一個國會屆期完結嘅時候，有84% 離開國會又即刻揾到新工嘅議員咧，佢哋都係去咗做游說，而且呢一啲游說者好多時候都係彈出彈入。就好似前副總理 Mike Pence 嘅 Chief of Staff Mark Short， 冇錯，佢個 last name 係 Short。喺佢幾十年嘅政治生涯入邊，佢已經多次來回政界同埋游說界之間。佢喺01年加入政府之後咧，出咗去做3年游說，之後又入翻去國會做議員助理，之後出咗去做私營機構，然後再入咗去白宮做咗1年，再出咗去游說1年，之後再加入 Mike Pence 嘅 office。呢一個現象其實並唔罕見，上至總統嘅助理、國會議員，下至各部門嘅助理咧都有發生嘅。政界就用旋轉門去比喻呢一個好多人喺體制內外不斷進出嘅現象。有啲人就認為呢一啲游說者一嚟有內行知識，
佢哋對成個體制一清二楚，二嚟佢哋有嘅係關係，佢哋知道要揾咩人接近邊個去達到目的。個問題就在於當中其實存在好多利益衝突嘅問題。頭先講到遊說喺好多人眼中就好似賄賂一樣，但要講成賄賂有來就必定有往。咁到底決策者喺遊說入邊又得到啲咩利益呢？講到呢度就要同大家介紹一個歷史人物，佢未死嘅，不過佢坐緊監。佢個名叫 Jack Abramoff。佢喺94年開始加入遊說業，堪稱當時華盛頓嘅 super lobbyist。喺95年佢就開始幫原住民進行遊說，主要係 focus 喺響原住民土地上開賭場嘅事務。你諗到嘅嗱喳手段同埋關係，佢基本上都用過。例如咧係直接 offer 遊說嘅對象，即係政府人員去幫佢，甚至邀請佢哋咧去加入佢嘅公司。各位調查都有提及過，佢喺短短3年入邊，足足同過485個白宮人員 contact， 有300幾個咧都係直接接觸，甚至咧有一半係牽涉去飯局、去 social、去飲嘢嘅場合。而佢喺2001年咧，甚至係入咗去美國內政部一個諮詢團隊，而美國內政部咧正正就係專係負責處理原住民事務嘅一個部門。終於喺04年，參議院嘅印第安人事務委員會就開始對於 Abramoff 成個 lobbying 嘅操作咧去進行調查。後來醜聞被揭發之後咧 ，FBI 聯邦大陪審團、稅局同埋另外2個國會嘅委員會咧，都就住當中嘅關係進行過調查。最終佢喺06年1月3號承認共謀欺詐逃稅3項重罪，涉及詐騙6個印第安人部落，超過6600萬美金。當中咧有接近一半都係用嚟收買官員。當然好多政府官員隨即同佢割席啦，甚至連總統布殊咧都要扮唔識佢。但係有好多人咧都難逃要被調查嘅命運，就好似其中一個議員 Bob Ney， 佢最終咧都被判監17個月。Abramoff 出翻嚟之後咧，都好開放咁樣去分享自己嘅故事，以自己嘅經歷去警世。同時佢都指出，即使華盛頓後來進行改革，但係好多有關遊說嘅問題，例如係利益輸送啦、遊說者同埋議員之間嘅關係呢啲等等嘅問題咧，到今日始終都冇解決過。例如當中有一個做法，到依家依然係合法，亦都係非常之普遍，用嘅就係一種叫 PAC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嘅組織。PAC 咧係用嚟收取同募捐選舉活動資金嘅一種組織。佢通常咧係由一啲 interest group， 好似係工會啦、公司啦，甚至係政客所組成。簡單啲嚟講，你可以當佢係一個幫政黨、政治活動或者係選舉候選人眾籌嘅一個地方。PAC 都有好多種類貨唔同用途，而唔同種類嘅 PAC 咧都有唔同嘅限制。例如係有啲咧會限你一次可以捐幾多錢，有啲咧就冇金額限制嘅。而佢哋當中同政黨嘅來往一般都係好難去規管嘅。咁你就可以想像到一啲組織或者係政黨點樣透過設立 PAC去動員自己嘅成員去泵錢支持某一啲嘅政治活動同埋候選人。其實不論係好定係唔好嘅政客，佢哋重視嘅不外乎係選票。大部分佢哋嘅工作咧都係權衡唔同人、唔同團體嘅聲音同埋利益，繼而去作出決定。只要得到最大嘅公約數，佢哋就會保住選民嘅心。遊說本來就係為咗填補選民同埋決策者之間嘅空隙，但遊說自身偏偏就係一種要收費嘅服務，變相令到有財富、有閒情搞遊說嘅人，往往就可以將佢哋嘅聲音放大，大過其他人。當大量金錢同利益介入嘅時候，好容易就會造成反效果，令到有財富嘅人先至有更大嘅政治影響力。頭先講過嘅一啲醜聞同埋政治操作，其實都好大程度上打擊咗公眾對於美國民主制度嘅信心，同時亦都破壞咗遊說業嘅聲譽。正如 Jack Abramoff 喺一個訪問入邊講過，其實依然有好多真心希望用自己嘅專業去教育政客嘅遊說者，但係 Abramoff 知道喺呢個遊戲入邊，當佢哋面對住有財有勢嘅既得利益者，呢一啲好嘅遊說員基本上係唔會成功，好容易就會為咗成就同埋利益變成嗰一啲唔好嘅遊說者。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，對遊說都有更加多嘅認識。我覺得每一件事都有佢嘅正反兩面，只有知道一件事嘅不同面貌咧，我哋先至可以做一個客觀全面嘅分析。呢個咧就係我哋偉大嘅通識教育教我哋最寶貴嘅嘢，批判性思考。
好，希望大家咧都中意呢條片啦。如果有啲咩其他嘅題材你想我拍，記得喺下面留言話我聽。仲有唔好唔記得就係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再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我一出片咧就會通知你哋噶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